我魂穿到了一位皇帝身上，还没来得及接着奏乐接着舞，皇后便走进来，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快把虎符交给我！”我是刚穿越过来的，不知道眼下形势。听他说的如此理直气壮，我心里发毛。难不成是内功干政？我这个皇帝该不会被架空了吧？我如果不交呢？只见他小嘴一撅，气鼓鼓。那我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闻听此言，我直接懵了。就这？李一绝，少废话，快把虎符交给我！皇后双手叉腰，一颤一颤，我眼睛都瞪圆了。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有人？当然，在正式用餐之前，我必须先把眼下的形势搞清楚。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手里有多少兵马，后宫有多少嫔妃。你难道没听清朕刚刚的话吗？朕不想交出虎符。那我以后再也不理你。见他还这么说，我真被整懵了。我不明白这句话很有杀伤力吗？为什么你要反复强调不理我就不理我呗？大不了我找3000佳丽理我，3000人排成一排，那场面啧啧。我回过神，再次试探问道：“你可知当今这朝堂之上，谁说话最好使？那肯定是你啊！是我。”我愣了愣，陷入沉思。既然我是朝堂一把手，那她这个皇后为何还敢大逆不道的向我索要兵权？不对劲，不对劲，10分有9分不对劲，这其中一定有诈。那你可知朝廷的军队都节制在谁手中？那肯定还是你啊！什么？还是我？等于说我是军政合体的高级皇帝。既然如此，对方为什么还敢这样跟我说话？难道那我这个皇位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我有没有在玄武门掏过大哥？不，你本就是太子，是顺理成章继承皇位的。什么？我踏马还是顺位继承的？我拍而起，瞪大眼睛。等于说我是一位集皇权、兵权、政权3合1的满级皇帝。既然我是一位牛逼哄哄吊炸天的满级皇帝，那这位皇后为何还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理所当然的向我索要兵权呢？难道她是精神病？不，能贵为皇后，怎么可能是精神病？也许她还有别的遗兆，比如她是修仙者。我暗自思忖到此，决定是他一试。来人！下一刻，一直分站在大殿两旁，膀大腰圆、身披重甲，宛如典韦在世的10名侍卫，龙行虎步地走到殿堂中央，齐刷刷朝我跪下。我伸手一指天不怕地不怕的皇后，将此人拿下。随后咻的一下子缩到龙椅之后，静观其变。毕竟修仙者这玩意威力大得很，不得不防。诺！10名侍卫齐声高呼，齐齐走到皇后跟前，然后就跟抓狗似的刷刷2下子就把皇后按地上。哼，放开我！你们好大胆子，居然敢抓本宫！李一绝，快让他们放开我，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皇后挣扎着，樱桃小嘴巴巴个不停，她一直巴巴了10多分钟，也没展现出修仙者的一面。想象中的火爆符、吸星大法、大荒求天旨、万剑归宗，一个都没有发生。这一刻，我踏马终于悟了，万万没想到这个皇后居然只是个精神病，他们一直在自己吓自己啊！草了个 DJ， 以后得少看点权谋小说了。接下来，我以稳坐钓鱼台的上位者姿态，俯视着蝼蚁一般的皇后，问出一个我一直想问的话题：说说看，你为什么要让寡人交出虎符？闻言，皇后理直气壮道：“因为我要把虎符交给南宫哥哥。”听闻这话，我一拍大腿，心想：糟了，南宫该不会是南宫问天吧？这尼玛妥妥主角名字啊！他一定是个修仙者，而且还有个里面住着老头的戒指。我说这皇后怎么跟个精神病似的呢？原来她的依仗在这啊！我已经能猜到了，她此行来这里是传达南宫问天的意志的，交出虎符饶我一死。若是不交，大荒求天只干我，太残暴了。那你的南宫哥哥在拿到虎符后会做什么？你这不是废话吗？南宫哥哥拿到虎符后就可以调动军队围攻皇宫，把你赶下台。等南宫哥哥当了皇帝，我就能顺理成章的成为他的皇后了。听闻皇后的巴巴，我觉得不太对味。他一个修仙者，干我这一介凡人，居然需要调动凡人的军队，这不妥妥的脱裤子放屁吗？直接飞到皇宫里来，大手一攥，把我脑袋卸了，不就大功告成了吗？那你的南宫哥哥全名叫什么？南宫碉帽。碉帽！我笑出了猪叫声。这尼玛小名字起得真别致啊！到此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南宫碉毛绝对不会是修仙者。哪个修仙者会给自己起这么个辣眼睛的名字？碉毛仙人。你今天怎么这么磨叽？哪来的这么多问题？我现在很烦你，快把虎符交给我，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听闻皇后的巴巴，我露出了一抹残忍的冷笑。你最好希望你的南宫哥哥真名叫南宫问天。说罢，我大手一挥，拖下去，离他3族，再诛9族。对了，把那个南宫碉毛当着皇后的面给阉了。诺。等等，记住，皇后晚点再杀，先把他丢到教坊司里，让弟兄们爽爽。赴汤蹈火啊，陛下！皇后美目一瞪，你敢？有何不敢？拖下去。目送侍卫们把皇后押走后，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坐一坐龙椅了。我抚摸着龙椅的上面、下面、左面、右面，爽的飞鞭子了。这龙椅真龙椅啊！接着我又拿起敦实巨大的玉玺，爱不释手的绑着。只见玉玺上刻着8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一刻，我放肆的仰天大呼：真是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爽，真爽，太爽了！剑门被人一脚踹开，只见一位嫔妃打扮的女人迈步走了进来，她一脸冷色的瞪着我。李一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算你得到我的人，也不会得到我的心。闻言我有点懵，你哪位啊？一直恭候一旁的老太监上前一步：启禀陛下，她是你此生最爱的妃子柳如烟。你之所以爬到权力的巅峰，只是为了得到她的心。听闻这话，我忍不住皱眉。爬到权力巅峰，只为了博得她的心，这前主是有多傻逼？估计是被小头控制住了大头。就在我吐槽前主的时候，柳如烟突然巴巴起来。哼，装傻，想引起我的注意。下头男，给你个机会，快给我的白月光上官哥哥封后拜将，不然我不理你了。你快点做决定。闻听此言，我有些意外。我操，还有高手！熟悉的台词，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我扭头看向一旁的老太监，他刚刚是不是骂我下头男了？老太监不语，只是忽然面露欣慰之色，朝我点了点头。来人！下一刻，静候在殿外的侍卫哐哐作响的走入，把此人移3族，诛9族。另外，今晚有柳如烟侍寝，再让他那个什么貂毛白月光在朕的寝宫外面跪着伺候，他但凡敢发出一丁点动静，诛9族。诺！一
一夜无话，只有悠悠喘息之声。当清晨的一抹阳光顺着窗户照进来后，我不情不愿地起身，推开店门，当着一众侍卫的面朝着一根龙柱嘘嘘。这时老太监拿着夜壶递了过来。陛下，您对着龙柱滋尿，有失得体啊！而且这龙柱是风水所在，万一尿出个不好的事儿。闻言我眼睛一斜，朕的龙尿才是真正的风水，我滋龙柱明明是滋养它。老太监默默收起尿壶，并且朝我比了个大拇指。有道理。我抖了抖后，准备回去再与柳如烟大战300回合。余光一瞥，只见店门台阶柳如烟的白月光正毕恭毕敬地跪在那，差点把这小子给忘了。昨夜劳资一个口谕，便让这小子恭恭敬敬地跪在店门外。不得不说，权力真让人着迷。此刻的他面如死灰，就差把爱莫大于心死刻在脸上。显然昨晚我和柳如烟的全雷打深深刺痛了这位毕毛兄的自尊。我龙行虎步地走到他面前。昨夜寡人的功夫如何？闻言，毕毛兄转而一脸恭敬拍马屁道：陛下英明神武了得。听闻这话，我觉得这个人真能忍啊！他的相好被我办了，他居然还能忍着屈辱夸我，这让我想起了卧薪尝胆的典故。把头抬起来，让寡人看看你的脸。闻言，他缓缓抬起了头，我一眼看去后，顿时心惊肉跳。只见此人头角峥嵘，脑袋大，耳朵大，双目更是炯炯有神，与我对视时竟然丝毫不落下风。不好，此人有大帝之资。来人，将此人夷3族，再诛9族。诺。侍卫头领走上前就要把他拖走。陛下何故如此？我明白他的不甘心，委曲求全了一整夜，结果还是被杀。换我也不甘心，这不耍猴吗？陛下，这一整夜我可有移动半步，可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可有违背您的旨意？我摇了摇头。既然没有，那陛下何故以我3族，诛我9族？陛下如此朝夕令改，难道就不怕从此以后您的圣旨不再具备说一不二的威信了吗？不得不说，毕毛的口才是顶级的，3言2语就爬上了道德制高点，掣肘助人。若是换做一般的皇帝，此刻一定会选择放了他。但我不是一般的皇帝，劳资是踏马穿越者。毕毛兄的言论有点道理，圣旨口谕乃天命，不可更改。谢陛下。毕毛兄松了口气，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狠意。但是偶尔食言1、2次，应该没多大事吧？这年头谁还没吹过牛啊？说完，我看向恭候一旁的老太监，给了他一个眼神。老太监心领神会的附和：有道理。来人，将此人夷3族，诛9族。毕毛兄瞪大眼睛，估计他万万没想到我竟然如此不按套路出牌。下一刻，侍卫头目上前将毕毛兄拖走。再看毕毛兄，他明显是破防了，摊牌了，不装了。狗皇帝，我踏马草你姥姥！若是你敢杀我，我的好兄弟是不会放过你的。他日他一定会打入皇宫，亲手剁掉你的脑袋，替我报仇。我好恨啊！为什么我隐忍了这么久，还是失败了？闻听此言，我云淡风轻地对老太监说道：待会儿你把他舌头拔了，然后做成炒舌尖，送给柳如烟吃。是，陛下。你说我笑起来的样子像不像一个暴君啊？对此，老太监再次流露出欣慰之色。陛下，你不笑的时候更像。老太监见我笑得这么开心，他脸上的欣慰之色更为浓郁了，这让我觉得莫名其妙。那是一种作为父亲看到始终不成器的儿子终于成器时才会流露出的表情。而且我在与他相处时总感觉很舒服，他的身上没有恶意，更没有奸诈，只有绝对且纯粹的忠诚。姚谢，你滴良心，大大滴好。等寡人寻遍天下术士，一定想办法帮你接上命根子，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回真男人。赴汤蹈火啊，陛下！接下来我开始用膳，桌子上摆了108道菜，各种美味佳肴，我一辈子都没见过。几十名宫女太监在我身边伺候服侍。这时老太监端来一碗汤，我接过来不由分说仰头喝得一干二净。陛下，这鱼池是漱口的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第一次当皇帝还不太适应。你坐下来陪朕一起吃吧，还有你们这些宫女太监也坐下来一起吃。这么多的菜，寡人一个人吃不完的。此言一出，这些宫女太监皆都愣了愣，随后扑通跪地，高呼不敢。对此我眼睛一瞪，你们都是寡人的心腹，陪寡人吃个饭怎么了？你们该不会是看不起我吧？你们拿点酒来，咱们边吃边喝。此言一出，宫女太监们不敢不从，纷纷照办。接下来我和大家边吃边喝，好不畅快。当然我并不是酒蒙子，我借着这场酒局用旁敲侧击的手段，从他们的口中对这个世界这个皇宫有了大致的了解。首先我叫李一爵，大圣王朝第36代皇帝，国祚已经有299年了。我暗道糟了，按照封建王朝不过300年的定律，我踏马恐怕是个亡国之君啊。其次朝廷共有100万军队，其中边军80万，御林军20万。我暗道又糟了，自古边军出强族，再加上国祚已经299年了，难保不会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啊。再者，我共有后宫佳丽3600名，这是个好消息。最后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原主的人生，痴情于皇后，舔狗于嫔妃柳如烟，对于3600佳丽置若罔闻，碰都不碰一下，以至于他们都还是处子之身。皇后和柳如烟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如果不是我突然魂穿过来，估计此刻的大圣王朝国祚已经更替了。新皇估计不是皇后的姘头南宫碉帽，就是柳如烟的白月光上官毕毛。碉毛我没见过，但是毕毛兄我见过，那小子一副大帝之姿，明显是成气候了。只不过很可惜，他碰上了我这个穿越者，被我按死了。不多时，用膳完毕，我准备出去溜弯消消食，顺道去后宫逛一圈。然而这时老太监凑了上来，陛下该给太后请安了。我愣了愣，我居然还有个便宜母亲啊，不是，我那便宜老爹都挂了，他凭啥不跟着一起挂啊？不去，给他脸了。劳资是皇帝，请个屁的安，即便是请安，也应该是他给我请安。老张啊，
啊！不是我说你，像这种丑陋的封建习俗得改改了。666。接下来我在老太监的带领下，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巡航速度直奔后宫。晌午，我从一片花白中起身，决定先中场休息一下，下午再战。我跟着老太监七拐八拐来到了用膳的地方，午宴很丰盛，足足888道菜，我直接惊呆了。没穿越之前，我特么半年也吃不了888道菜。当即我大手一挥，对身边的宫女太监以及侍卫们吩咐道：“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另外 music 搞起来，接着奏乐，接着舞。”我如此笼络人心的举动，立马就有了成效。只见一名神色不自然的小太监在犹豫了片刻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着我的龙袍。陛下，有人要杀你啊！此言一出，我特么直接如临大敌。来人护驾！下一秒，大内高手从天而降，把我死死护住。另外侍卫们拔刀相向，以我为中心点围成一个圈，严阵以待。太监宫女们也操起板凳、桌椅什么的，瞪着四面八方。显然大家非常担心我的安危。陛下，他们不是要刺杀你，而是想毒死你啊！此言一出，我再次瞪大眼睛。快帮寡人催吐！老太监第一个冲过来扣我嗓子。陛下，他们不是现在毒死你，而是等晚上再毒死你啊！我去，尼玛的，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我气不打一处来，一脚把他踹翻在地。踹翻他后，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于是亲手把他扶起来。没踹疼你吧？小太监摇了摇头，然后娓娓道来。原来小太监中午在御膳房打下手的时候，偶然偷听到主厨正在与一人密谋，那人给了主厨10斤黄金，让主厨在晚宴上往我平日里最喜欢吃的那道菜里下毒，好以此毒杀我。我大手一挥，抓！也就一根烟的功夫吧，御膳房的主厨便被五花大绑带到了我面前。神！我惜字如金，也就半根烟的功夫吧，主厨全撂了。原来想毒杀我的幕后主使居然是太后。我操你妈的，虎毒还不食子呢！给我把那老娘们抓来！不多时，老娘们被侍卫五花大绑带到了我面前。老娘们何故毒杀朕？呸！逆子，你竟敢如此称呼我，你反了天了！先皇若是在天有灵，定饶不了你。你快把我放了，不然……他的屁话我实在没耳朵去听，因为我根本就忍受不了一个年老色衰的老女人叭叭个不停。我龙行虎步的走过去，给了他几个大嘴巴子。这下他终于安静了，眼神清澈了，也不鬼叫了。给你3息时间，说出你毒杀我的动机，不然死！老娘们被吓住了，当即全撂了。原来这老娘们养了个叫嫪毐的小白脸，听闻这个名字，我大概知道这小子有什么长处。他俩蝇营狗苟，居然生了一大堆私生子，放在宫里养着。此外，老娘们一直唆使前主给嫪毐不停的加官进爵，以至于嫪毐已经位居高位，成为一名宰相。今日上午，老娘们与嫪毐密谋，准备趁着我给老娘们请安的时候，提前埋伏刀斧手，把我当场做掉。只是可惜，老子没去请安。就问你气不气？眼看一计不成，于是这对奸夫淫妇便买通御膳房主厨，想用下毒的手段干掉我。只是又可惜，被一个小太监撞见了，并且这个小太监是我的人，真是天不亡我李一绝啊！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讲真的，如果换做别的皇帝，即便能躲得过皇后柳如烟的明枪，也万万躲不过太后的暗箭，而且还是2道暗箭。在这一刻，我算是重新认识了那句话：无情最是帝王家。要想坐稳这皇位，首先要抛掉情感。虽然我对他们并没有情感，但丝毫不影响我装个逼感慨一句：翌日朝堂，有事起奏，无事退朝。我看似慵懒的说着，实则一直悄咪咪地观察宰相嫪毐的一举一动。启禀陛下，臣有一事启奏。果不其然，嫪毐他憋不住了，主动跳了出来。何事？陛下，太后目前身在何处？我不语，只是打了个响指。下一刻，一个大大的锦盒被老太监端了上来，递到嫪毐手中。陛下，这是太后赏给你的宝贝。嫪毐面色一喜，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盖子。下一刻，他瞪大眼睛，身体晃了晃之后，猛然往前跌倒。他跌倒之后，锦盒跟着摔了出去，里面的东西全都咕噜噜地滚了出来。一时间，群臣惊得蹦起来了。再看这嫪毐，他抬头瞪向我，声先夺人道：“陛下，你何故杀了太后？你不但杀了太后，还杀了几个活泼可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可怜人！你大逆不道，你是暴君！”暴君一词让群臣们惶恐不已，人人自危。而我缓缓站起身，面露不敢置信之色。寡人本想以贤君的一面示人，可是却遭到了猜忌，居然有人污蔑寡人是暴君。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寡人真的很伤心，很伤心。说到这，我捶胸顿足，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然后直接踏马的画风一转，摊牌了，不装了，老子就是暴君！姐，动手！我一声令下，提前埋伏的刀斧手立刻从天殿冲出，咔咔几下子把嫪毐劈成8段。这下原本已经是惊弓之鸟的群臣们直接惊得蹦起来，他们万万没想到我敢在朝堂之上当场干掉一朝宰相。大家别紧张，这个嫪毐跟太后私通，生了好几个私生子，并且企图毒杀朕谋反，罪该万死。你们说是不是？此言一出，不少群臣纷纷称是，丝毫不敢违背我。但是也有几个臣子选择沉默不语。我心中冷笑，目光如炬地盯着那几人。我早就调查清楚了，这几个碉猫平日里与嫪毐走得极近，可以说是嫪毐的左膀右臂。我带着帝皇的威压离开龙椅，走下台阶，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几人。很快，这几人被吓得大汗淋漓，面色惨白，就差把心里有鬼写脸上。有个人的心跳直接飙到了180，我隔着屏幕都听到了我戏谑的问道：“你的心怎么跳这么快？”陛下，我是被您的龙威所折服。原来寡人在你眼里这么可怕呀！拖下去，斩！接着我来到第2个人面前，只见此人面露不悔之色，一脸赴死样子。你很有种，免你不死。真的吗？你还真信啊？斩！信早了，我操！接下来我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嫪毐以及嫪毐的党羽以及他们的3族9族全给推平。深夜我坐在龙椅上喝着茶，开始分析
析眼前的局势，我的一通操作已经把皇权政权给巩固到了无法撼动的地步。下一步就是军权了，我准备明日去御林军里视察一番。一我刚从一片莺莺燕燕中起身，老太监便慌忙地撞门而入。陛下，大事不好了，关外王起兵造反了！一听这话，我连裤子都来不及穿，赶紧询问详细情况。原来这个关外王名叫刘炮，他和毕毛兄是拜把子兄弟，两人好的能共娶一个老婆的那种。刘炮得知我把毕毛兄给干掉后，于是起兵造反，给毕毛兄讨要一个公道。刘炮麾下有40万野战部队驻扎在关外，由于常年与异族对掏，使得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变得极为强悍。据说三军主将是一个叫乔主峰的人，乔主峰擅长降龙19掌，并且他把降龙19掌改成了军体操，让士兵们每日练习。多年的操练下，使得这支军队达到了人均5胜的恐怖水准，太残暴了。眼下刘炮的部队已经从西域杀回来，一路上连克108城，兵锋所指皆无一合之敌。此刻距离京城已经不足500里，马德40万个乔峰攻打我，这怎么可能守得住？我头疼欲裂，百思不得其解。要不好吧？就在我犹豫到底要不要脚底一抹油溜之大吉时，恭候在殿外的侍卫头领喝道：“陛下，关将军求见。”闻言我虎躯一震，忍不住想入非非。关将军姓关？难道见？下一刻，殿门被推开，只见一位身高9尺的红脸长髯大汉闲庭信步地走了进来。我一阵恍惚之后，眼角渐渐湿润了。是他，是他，就是他！我嗷的一声冲过去，一把骑在关将军的身上，抱着他放肆大哭。云长兄，别来无恙啊！关将军吓了一跳，赶紧把我从他身上拽下来，然后朝我单膝跪地恭敬说道：“陛下，请注意君臣之别，这要是让人看到了，有失体统。”我随性的摆了摆手，咣当一下子又骑他身上。关将军，你这回见外了，咱俩是好兄弟，我是大哥，你是二弟，大哥旗下二弟怎么了？此言一出，我能感觉到关将军又惊又喜，可谓是诚惶诚恐。对了，关将军，你全名叫啥？是何职位啊？对方愣了愣，随后如实回答：“启禀殿下，卑职全名叫关飞宇，目前在20万御林军中任3军主帅之职。”闻言，我强压心中的激动，再问：“那你平日里是怎么操练兵马的呢？有没有什么武功秘籍什么的？”关飞宇点点头：“我把先祖关羽的春秋刀法编成了一本武技功法，让士兵们每日严加练习，目前已经颇具成效。”一听这话，我一拍大腿：“这把稳了！等于说我方有20万个关羽，20万个关羽对战40万个乔峰，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陛下，卑职想申请打造一批大刀供军队使用，一定要长一点、大一点、重一点的那种。现有的兵器都太轻了，卑职敢保证，只要有了大刀，御林军定能让刘炮有来无回。我点点头，传朕旨意，命令兵部速速打造20万把长柄大刀，要200公斤重的那种。陛下，200公斤是不是太……关飞宇如鲠再吼起来。我察觉到关飞宇的异样，于是拉着他的手：“二弟，你是不是觉得刀太重了？要不你来定吧？”陛下，我想要400公斤重的。几日后，京城之外，刘炮的40万个乔峰排成阵型，虎视眈眈瞪着京城的方向。而京城的城墙之上，20万手持400公斤重长柄大刀的关羽们正严阵以待。天气正值深秋，北风萧瑟，让天地间的这一抹肃杀之气更添寒芒。此刻我也站在城墙之上，遥望着对方，如此战斗力的野战军，恐怕会因为这场内战而消亡。我心中暗自惋惜，如果能为我所用多好啊！只可惜各为其主，不能同朝啊！就在这时，对方派出一名信使侧步墙边来到城门下，朝着城墙上射来一支绑着信封的箭。关飞宇大刀一挥，便将飞箭截住，递到我手中。我拆开读了起来：“若是陛下肯给我一个道歉，还我兄弟上官毕毛清白，并且追封他为护国公，那我就会退兵。”闻言我一脸不信：“你他妈都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了，居然只是想给好兄弟讨要一个道歉？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啊？不是我说你，你这起兵造反的理由也太牵强了。我要是你啊，直接打出清君侧就行了，造反都不会造。”当即我书信一封痛骂他：“你不就是想做皇帝吗？装什么装，臭傻！放马过来吧，想让我给上官毕毛道歉，门都没有。”不一会儿，对方的书信也到了。陛下，我真的只想要一个道歉。我读完后心头一阵无语，这人是不是入戏太深了？等等，我忽然回过了味。我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去揣摩古代人的想法啊，比如那个皇后柳如烟、太后，不都是大傻吗？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刘炮他也是个大傻子，他他妈的派兵攻打我，也许真的只是想要一个道歉。想到这里，我决定试一试。当即我颁布圣旨，宣布了朕要亲自道歉的事情。此外，我为了演戏逼真，还把上官毕毛的尸体挖出来给他穿上了龙袍，还把龙椅搬了过来请尸体坐了坐。而我如此真心实意的道歉行为，真的换来了刘炮的认可。这小子他居然退兵了！我，原来他真的只想要一个道歉啊！我被震惊的不要不要的，换作是我，都特么打到这了，怎么着也得继续打下去，搏一搏，拼一把。如果真想要一个道歉，直接攻入皇宫，把刀架在皇帝脖子上，让他道歉不就行？而他居然不打了，班师回朝了，他就不怕被部下砍成臊子吗？果然，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刘炮的部队又折返回来，并且这一次是摆明了要攻打我。我收到了对方的书信：关外王刘炮昨日突发恶疾病故，我怀疑是你这个狗皇帝派人下的毒，我乔主峰要替关外王报仇。显然，乔主峰把刘炮砍成臊子，他想当皇帝了。既然如此，那就是王不见皇吧。只是可惜了那40万个乔峰。接下来，一场足以改变历史轨迹的旷世大决战开打。我方20万手持400公斤重的长柄大刀的关羽，在主将关飞宇的率领下选择放弃手段，全军出击，直捣黄龙。这一战杀的是昏天黑暗，这一战战的是血流成河，这一战天地都为之震颤。最终，我方20万关羽团灭敌方40万乔峰，战损比是1比100，也就是说，一个关羽能打100个乔峰。其中主将关飞宇最狠，他竟然完成了万人斩成就，简直恐怖如斯。并且我用望远镜亲眼看到，牛逼轰轰掉炸天不可一世的乔主峰，仅仅一个照面就被关飞宇
宇给一刀斩，跟路边一条似的。显然我二弟天下无敌。此战过后，我开始论功行赏，我给关飞宇封了一个常务副皇帝的职位。我之所以敢这么做，无他，唯信任他，就凭他姓关。如果他姓司马，我特么立马把他剁成臊子。眼下所有的宿敌全部被清除，我成了真正意义上集皇权、政权、兵权于一身的满级皇帝。不是我吹牛，我的大圣王朝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就凭20万个关羽，国祚起码还能再续300年，除非真的有修仙者出现。然而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很喜欢给我增加难度。突然有一天，一个身高接近100米的巨人从天而降，这分明是个奥特曼，而且还是个头上扎着俩小辫子的奥特曼，明显是个母的。李一绝，你还认得我吗？我愣了愣，心头一阵恍惚。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不好，是你，柳如烟。你不是已经被朕干死了吗？柳如烟冷笑道：我确实已经被你夷3族诛9族了，但是我有系统，系统让我复活了。系统不但复活了我，而且还赠送了我这台奥特曼机甲。这一次，我柳如烟定要复仇。一听这话，我心想糟了，妈逼的，如烟大帝果然恐怖如斯啊！饶是我这个穿越者都斗不过他。完了，这把要无了。但就在这时，陛下莫慌，却见老太监唰的一下子飞了到了我面前。对，我没看错，他真的是飞过来的。陛下，实不相瞒，我其实是隐蔽在人间的修士，我一直在您身边进行着化凡之旅。运化神，先化凡。哟，你懂修仙？老太监很诧异。略懂。那你化凡成功了吗？现在是化神修士了吗？对方郑重的点点头。一听这话，我心想这把终究是稳了。我悄然后退至老太监身后，指着那100米高的柳如烟，干嘛？对方点点头，唰一下子冲了过去。大荒求天指。刹那间，一根无比巨大的手指从天而降，带着一股无法用言语细说的强悍威压，轻轻一按就把柳如烟按的爆炸。我叫李一绝，半个月之前我是大圣王朝的皇帝，现在我是老太监的干儿子。老太监说我有大帝之资，于是我跟着他踏上了修仙之路。虽然当皇帝没什么不好，但是修仙对我来说也许更加的广阔天空嘛。对了，关飞宇也跟我们一起走了，我相信以我穿越者的身份，一定会在修仙界崭露头角的。修仙界太乙玄门，我和关飞宇站在山门口，看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山峰，还有满天乱飞的修仙者，嘴巴张得能塞进2个鸡蛋。关飞宇扛着他的400公斤大刀，感叹道：陛下，这地方看起来比皇宫气派啊！那是自然，这可是修仙界。我故作镇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老太监把我们带到这里后，说是去帮我们办理入学手续，也就是拜师礼，让我俩在此稍后。就在这时，几个身穿白衣、脚踩飞剑的年轻弟子落在了我们面前。为首的一个长得油头粉面，一脸的欠揍样，他用鼻孔看着我俩。哪来的凡夫俗子？这里是仙家重地，也是你们这种蝼蚁能来的。闻言，我眉头一皱，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反派路人甲吗？通常这种人活不过3级，主要作用就是给主角送经验和打脸的。我还没说话，关飞宇先不乐意了，他把大刀往地上一杵，轰的一声，地面直接裂开。放肆！竟敢对我大哥无礼！你知道他是谁吗？那小白脸被吓了一跳，但看了看我们身上没有灵力波动，又硬气了起来。哼，我管他是谁，在太乙玄门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看你们2个行迹可疑，该不会是魔教奸细吧？来人，把这2个凡人给我轰下山去！他一挥手，身后几个狗腿子就要冲上来。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二弟，看来到了哪里，这江湖的规矩都是一样的。什么规矩？能动手就别。好嘞！关飞宇眼中金光一闪，抡起400公斤的大刀，就像拍苍蝇一样横着就扫了过去。春秋刀法第一式，力劈华山的横扫千军。那几个修仙弟子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被拍飞了出去，化作天边的几颗流星。那个小白脸领队惊呆了，他看着关飞宇，下巴都要掉地上。你没有灵力，你是体修，这怎么可能？凡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我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脸蛋，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小伙子，路得窄了，记住以后见到我要叫爸爸。你给我等着，我叫我师尊来收拾你们。小白脸连滚带爬的跑了，一边跑还一边放狠话。我看着他的背影，转头对关飞宇说：二弟，看来我们要在这个宗门扬名立万了。关飞宇憨厚一笑：大哥还是你教导有方。一盏茶的功夫后，老太监，哦不，干爹回来了，他手里拿着2块木牌丢给我们。办妥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太乙玄门扫地峰的外门弟子了。我愣住了。扫地峰，干爹，凭您的实力，不说让我们当个真传弟子，起码也得是内门吧？扫地峰是个什么鬼？干爹高深莫测的一笑：儿啊，你不懂，真正的强者都是从扫地僧做起的，而且扫地峰清静，没人打扰，方便我给你们开小灶。我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行，听干爹的。我们跟着干爹来到了扫地峰，这地方怎么说呢？确实清静，除了一间破茅草屋，就只剩下一地的落叶，还有几只正在啄米的战斗鸡。那几只鸡体型硕大，眼神犀利，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我刚想问，干爹淡淡道：那是凤凰血脉的变种，也就是走地鸡，味道不错，晚上给你们炖了，补补身子。奢侈，太奢侈了！凤凰血脉拿来炖汤。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关飞宇开始了苦逼的扫地生活。关飞宇天赋异禀，他竟然是以武入道。干爹丢给他一本盘古开天经，这货练了3天就能把那400公斤的大刀舞得像风火轮一样，甚至还能刀气外放砍断100米外的大树。而我就很尴尬了，干爹给我摸骨，摸了半天，眉头紧锁。干爹怎么样？我是不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是不是那种天灵根或者混沌体？我一脸期待。干爹叹了口气，眼神复杂的看着我：儿啊，你这体质很特殊。怎么个特殊法？
你是传说中的漏斗体。漏斗体那是啥？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就是不管吸进去多少灵气，都会像漏斗一样漏出去，一点都存不住。那岂不是废柴？我心态崩了，合着我穿越2回，当了皇帝又修仙，结果是个废柴流开局。不急，虽然你存不住灵气，但你神魂异常强大。毕竟你当过皇帝，有龙气护体，又两世为人，所以我决定教你一种失传已久的秘术。我眼睛一亮，什么秘术？干爹从怀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上面写着4个大字：言出法随。我翻开书，里面全是空白。这怎么练？此术不需要灵力，只需要势，也就是气场，是威压，是信念。你当过皇帝，习惯了发号施令，只要你的意志足够坚定，你说的话，天道就会帮你实现。我操，这么牛逼！当然，前期威力有限，比如你现在只能让意志技摔倒，但练到大成，你说要有光，世界就得亮瞎眼。我悟了，这不就是嘴炮的最高境界吗？这太适合我了。于是我开始了疯狂的练习。我对这只鸡喊：摔倒！鸡看了我一眼，拉了一坨屎走了。我对那棵树喊：跳叶子！树纹丝不动。我气馁了。干爹，这玩意儿是不是假的？干爹正在啃鸡腿，含糊不清道：你要有气势，要像当你皇帝时那样霸气侧漏，要不容置疑。我深吸一口气，回想起我在金銮殿上一声令下诛人9族的霸气，我猛地睁开眼，指着正前方正在练刀的关飞宇，大喝一声：二弟，给朕劈个叉！正在挥刀的关飞宇突然感觉双腿不受控制，刺啦一声布帛撕裂的声音，关飞宇一个标准的横插直接坐在了地上。关飞宇惨叫：大哥，你干嘛？我看着自己的双手狂喜，成了，我成了！结！3个月后，太乙玄门1年1度的外门大比开始了，据说前10名可以晋升内门，获得丰厚的奖励，还能得到圣女的亲自指点。我和关飞宇报名了，主要是干爹说扫地风的鸡吃完了，内门伙食好，有灵兽肉吃。为了吃肉，我们兄弟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擂台。第一场关飞宇上，他的对手是一个炼气5层的弟子，手里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飞剑，一脸傲气。在下飞剑锋。那人话还没说完，关飞宇抡起大刀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力劈法。那弟子连人带剑直接被拍进了擂台的地板里，扣都扣不出来。全场寂静，裁判咽了口唾沫。扫地风，关飞宇胜。接下来关飞宇一路过关斩将，不管对手是用火球术的还是用水球术，或者是放光，在他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一刀。如果一刀不行，那就2刀。很快他杀进了决赛，而我作为漏斗体，晋级之路就比较诡异。我的第一场对手是个女弟子，她刚要动手，我背负双手，眼神深邃。你鞋带开了。那女弟子下意识低头，趁她低头的一瞬间，我上去就是一脚把她踹下了擂台。第2场对手是个壮汉，我大喝一声：你肚子疼！那是言出法随的力量。壮汉突然捂着肚子，面色惨白。哎呦，怎么突然想拉稀？不行了，憋不住了。他夹着屁股跑下了擂台。就这样，我靠着乌鸦嘴和偷袭，竟然也混进了决赛。决赛现场，我和关飞宇2兄弟会师了，台下的观众都疯了。黑幕，绝对是黑幕！扫地风这2个奇葩是怎么混进来的？一个暴力狂，一个神棍，太乙玄门要完啊！擂台上，关飞宇看着我憨厚的挠了挠头。大哥咋整？我不能砍你啊！我摆了摆手，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二弟，你我兄弟情深，岂能刀剑相向？这场比赛我们不如文斗。文斗咋斗？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下去。全场观众吐血3声。这是宗门大比啊！你们当过家家呢？就在我们准备猜拳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喝鸣，一只巨大的白鹤从天而降，白鹤上站着一位白衣飘飘、宛如天仙的女子，她肌肤胜雪，气质清冷，美得让人窒息。台下弟子瞬间沸腾。是圣女林清雪！天哪，圣女竟然亲自来看外门大比了！我的女神！那圣女林清雪落在擂台中央，目光冷冷地扫过我和关飞宇，最后定格在我身上。她眉头微蹙，声音清冷如冰：你就是那个靠爽无赖晋级的李一爵。我看着他愣了一下，这长相，这气质，怎么跟那个被我干掉的皇后年轻时候有点像？不对，比皇后还要带劲。我整理了一下发型，露出一个自认为迷人的微笑。正是在下，敢问美女，加个传讯玉简吗？林清雪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油嘴滑舌，我太乙玄门怎会有你这种无耻之徒？今日我就要替宗门清理门户，取消你的比赛资格。说着，他玉手一挥，一道冰蓝色的剑气直奔我而来。这娘们不讲武德，一来就下死手。这剑气威压极强，起码是筑基期的修为。我现在的言出法随还挡不住这种攻击。关飞宇大吼一声就要冲过来挡刀，大哥小心！但我知道来不及，千钧一发之际，我脑子一抽，对着那道剑气，也就是对着林清雪，使出了我毕生最强的一次言出法随。我气沉丹田，用尽全身力气，指着林清雪大吼一声：别吃跪下叫爸爸！空气突然凝固了，那道恐怖的剑气在距离我鼻尖0.01公分的地方突然消散。紧接着，万众瞩目之下，那位高高在上、冰清玉洁的圣女林清雪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她眼神迷离，红唇轻启，发出了一个让全场几千人下巴粉碎的声音：爸爸。静，死一般的寂静，连风都停了。我看着跪在面前的圣女咽了口唾，完了，这次好像完大了。1秒钟后，林清雪反应过来了，她满脸通红，羞愤欲绝，眼里的杀气如果能实体化，我已经变成肉酱了。她堂堂圣女，筑基期天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一个炼气期的外门废柴下跪叫爸爸，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到心都要崩碎了。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林清雪周身灵力暴走，头发无风自动，显然是要开大了。二弟，风景扯呼！我一看情况不对，转身就跑。关飞宇反应极快，一把将我扛在肩上，迈开大步，像一辆人形坦克一样冲下擂台，朝着扫地风
风狂奔。哪里跑？林清雪遇见追杀而来，就在这时，一声尖细却霸气的声音响彻云霄：“大胆妖女，休伤我儿！”一把巨大的拂尘扫地风飞出，像一条白色的巨龙，直接缠住了林清雪的飞脚。干爹出手了！只见干爹脚踏虚空，一步步走来。他虽然穿着粗布麻衣，但此刻的气势简直比掌门还要长。干爹冷哼一声：“何人敢在扫地峰撒野？”林清雪被拂尘困住，动弹不得，惊骇地看着干爹。元婴真君，扫地峰怎么会有元婴真君？这时掌门和几位长老有人讯息，当他们看到空中的干爹时，一个个脸色大变，随后齐刷刷的在空中跪下，拜见太上师叔祖。我趴在关飞宇背上，看着这一幕，嘴巴张成了 O 型。我操！太上师叔祖，原来干爹在宗门的辈分这么高，这他妈不就是修仙界的太上皇吗？我李一绝果然是天选之子，走到哪里都有大腿抱。干爹看了掌门一眼，小王八蛋们，这两个是我刚收的干儿子，怎么你们有意见？掌门冷汗直流，不敢不敢，师叔祖收徒是宗门之幸。干爹指了指林清雪，这女娃娃刚才要杀我儿。掌门赶紧解释，误会，都是误会。清雪，还不快给师叔祖和两位小师叔道歉！林清雪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委屈的不行，但形势比人强，她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对着我和关飞宇行了一礼。清雪见过两位小师叔，刚才多有冒犯，请恕罪。我从关飞宇背上跳下来，走到林清雪面前，看着她那副梨花带雨又倔强的模样，我心里的恶趣味又上来了。我凑到她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乖女儿，这次就算了，下次再敢对爸爸无礼，我就让你当着全宗门的面跳极乐净土。”林清雪身体一僵，死死地盯着我：“你给我等着，这笔账我迟早会算。”经过这场风波，我和关飞宇在太乙玄门彻底出名了。谁都知道扫地峰出了两个狠人，一个是力大无穷的莽夫，一个是言出法随的妖孽。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站着宗门唯一的太上师叔祖。我们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内门的资源随便用，灵兽肉随便吃。我的言出法随也越练越熟练，现在我已经能控制住不让别人拉裤头，而是改为当众放屁。这天我正在扫地峰晒太阳，研究怎么用言出法随让那几只凤凰鸡下金蛋。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一股黑色的魔气从裂缝中涌出，瞬间遮蔽了天空，整个宗门乱作一团。掌门的声音传遍全宗：“开启护宗大阵，所有弟子迎敌！”我抬头看去，只见那滚滚魔气中走出一个身穿黑甲、手持方天画戟的魔头。他长得青面獠牙，身高3丈，魔威滔天。他看着下方的太乙玄门，发出狂笑：“太乙玄门，今日就是你们的灭门之日！只要交出那个叫李一绝的人，本座可以留你们全尸。”找我的？我他妈什么时候惹到魔族了？我正纳闷呢，那个魔头突然摘下了头盔，露出了一张让我极其眼熟的脸。那张脸虽然变成了青色，虽然多了獠牙，但我死都不会认错，那特么是南宫碉毛。没错，那个魔头竟然是那个被我下令阉了的南宫碉毛。他没死，他还入魔了，还修成了魔王。李姐，没想到吧？当年你将我处以宫刑，此仇不共戴天。我坠入魔道，献祭了灵魂，就是为了今天。我要把你抓回去，把你做成魔族的人质，受死吧！南宫碉毛怒吼一声，手中的方天画戟猛地劈下，护宗大阵剧烈颤抖，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纹。这货现在的实力竟然堪比化神期，连干爹的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儿啊，这碉毛有点猛，干爹这把老骨头不知道顶不顶得住啊！我看着天上的南宫碉毛，心里也是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特么是什么狗血剧情？前女友复活成机甲斯曼，情敌复活成魔族大魔王，合着我穿越这一趟就是来还桃花债的。大哥，怕他个鸟！我去砍了他！关飞宇提着大刀就要上，别冲动，那是化神期，你上去就是送菜。就在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冰冷的机械音。检测到宿主遭遇生死危机，最强皇帝系统终于加载完毕，新手大礼包已发放，恢复巅峰皇帝体验卡1张，召唤神技100万雄师，被动技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愣住了，随即狂喜。系统虽迟但到啊！我就说嘛，身为穿越者，怎么可能没有系统？原来是你个小垃圾网络延迟了！哈，结！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我推开干爹，一步踏出，直接飞上了半空。我身上的粗布麻衣瞬间变成了9龙金袍，头戴地冠，脚踏祥云，一股浩瀚的帝皇威压席卷天地。我看着对面的南宫碉毛，眼神睥睨。碉毛，朕当年能阉了你1次，今天就能阉了你第2次，出来吧！朕的20万个关羽。随着我大手一挥，天空中风云变色，无数道金色的英灵之门打开。无上关羽堂在此，谁敢伤我主公？20万声怒吼汇聚成一道声浪，直接把漫天魔气震散。南宫碉毛看着那密密麻麻、人手一把400公斤大刀的关羽，手中的方天画戟下掉了。我操！